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最近发生在澳大利亚的一件壮举。澳大利亚的 Uber 司机呢，目前正在罢工。那此次罢工呢，是对 Uber 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平均降低3%的车费的回应。司机们抗议这一变化，因为这个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这个收入。一些司机报告说，在某些地区，他们的工资就下降了30%。那抗议活动呢，在布里斯班、阿德莱德和墨尔本等主要的城市里面举行，尤其是在大量司机聚集的机场。那这些司机们呢，就要求要提高工资，改善这个工作的条件。理由呢，就是这个保险、燃油还有其他的费用是不断的在上涨，而这些费用呢，他们必须自掏腰包。那车费你再给他们降低，那就加剧了他们的这个财务的困境。那这种情况发生后呢，也给当地的乘客带来了干扰，那包括更长的等待时间。以及由于罢工期间平台上呢可用的这个司机的减少，那也导致这个车费它就上涨了。那这个呢本来是一场对抗资本家压迫的伟大战役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上千名司机齐心协力的举着这个标语，喊着口号，向资本家说不，那这场面该有多壮观，多振奋人心呢？结果呢，现实是，罢工现场呢只有3名华人司机加入。那其他的华人司机都跑到哪里去了呢？忙着去开 Uber 这个去挣钱呢你们去罢工，这个太好了。那现在没有了司机，我这个车费涨起来了我正好这个去开这个 Uber 多挣一点钱。我非但不去加入你们，那我挣到了钱，反而还要这个拍成视频拿出来炫耀。你说你们这些参加罢工的该有多傻呀！那通过这个事情呢，其实暴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华人司机他都选择袖手旁观，而不是去加入这个罢工的队伍？是怕失去那点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吗？还是因为他们脑子里面就一直盘旋的那句老话，多挣一分钱也是挣那又或者是这种罢工它就是西方人干的事儿，那咱们呢还是干活去是这样的心态。那这个不仅仅是个别华人司机的这种想法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奴性文化在作祟。那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这个想起了中国古代的一句老话那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可是问题是，这真的是活吗？那说到这儿咱们得好好分析一下这个奴性，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那中国人呢，是从小就被教导要忍耐，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那这种思维模式在那个职场里面就表现得尤为突出搞内卷，那加班加到吐血，还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的。那老板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从来不敢提出什么反对的意见，更不要提什么要求加薪了。那领导说的呢，他就是圣旨你就看看那些保安你作为领导，你就让他去揍一个这个手无寸铁的老太婆吧，那他也敢干他就算流着泪也得不问青红皂白的过去几棍子就给那个老太打得头破血流把他弄在地上，弄趴在地上所以说这种忍字头上一把刀
这种精神啊，就简直可以跟日本的这个武士道媲美了。只不过呢，前者是忍到最后是累死，那后者是砍了自己就了结了。那在国外工作的这个华人也是如此啊，就是什么工时超标啊，这个工资低得可怜呐，啊，咱们都能忍。你见过几个华人站出来去抗议过的？啊，有的是可能是有想到要去抗议，但是一想到万一被炒鱿鱼了怎么办，那马上就怂了。那华人司机呢？这个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觉得忍一时风平浪静，啊，罢工这种事情还是不要轻易的去参与好，啊，毕竟这个少赚一天钱，就少一天的这个饭吃啊。不过说实话哈，这种忍耐和屈从，其实从某些时候来看呢，它可不是什么美德，它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种啊奴性。对，奴性啊，我知道这个词呢听起来不太好听，但是它确实准确地描述了某些人的这个心理状态。为了维持现状，这个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和权益，就为了挣那么一点小钱啊！这就让我想起了那些在公司里面啊加班加到深夜，那从来他都不敢向老板提这个加薪要求的那种模范员工啊，劳模。那可悲的就是这种勤劳啊，他不仅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反而助长了这个老板的剥削。所以这些人的目光啊，他都是特别短浅的啊，他只看到这个眼前的这个一点点这个蝇头小利啊，不去考虑长远的事情。那在国内呢，很多做生意的呀，他也是如此，没有人去优先去考虑什么长久的这个生意啊，都是一锤子买卖居多。那谁考虑这个长久生意，那就谁倒霉。说到内卷，那这个词呢，它可不是国内独有的这样一个现象，因为在华人群体啊，这个在国外的内卷现象，同样也是非常的严重啊。那内卷呢，它本来是指在一个固定的资源环境下，所有的人拼命努力却得不到应有的好处的这样一个现象。那听起来呢，这个就有一点像啊，跟这个忍耐哲学很像。其实呢，这个很可怕，因为中国人有的时候啊，我觉得他就跟蝗虫一样。那在国内呢是卷自己的人啊，你们看看现在国内都卷成什么样子了。那现在呢又跑到国外去卷这些外国人。我记得以前啊看过一部纪录片，一部老的纪录片，有很多年了。就是讲的中国农民跑到这个非洲去养鸡的故事。那个非洲人的土鸡啊，它个头比较小，生长慢，那价格贵啊。那么中国人的鸡呢，就是个头大，生长快，价格便宜，所以就搞得这个非洲的这些农民苦不堪言啊。于是呢，那些非洲黑人呢就决定这个让自己的这个工作时间延长。本来以前是每天早上7点钟开工，那么以后呢，我们每天就早上6点钟起来的，6点钟到这个养鸡场就开始干活。可是没想到的就是中国人竟然5点钟就已经开始在干活了，那这谁能干得过他们呢？啊！所以这些中国人呢，他就是一副要赶尽杀绝的这样一个姿态啊。所以你看，这样的族群怎么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呢？那再以这个餐饮行业为例吧，在很多的这个发达国家，那华人啊，他的餐馆也是遍地开花。那其中这个他们的劳动条件呢，就非常令人堪忧。很多的就是为了挣点小费啊，很多华人服务员几乎把自己是当成了机器啊。
那一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周末无休，还要随时随地的去应对这个老板苛刻的这种要求。那你以为这个它只是个别现象吗？错了啊！这种过度竞争导致的内卷，让很多华人员工就宁愿牺牲自己的这个健康和时间，也要拼命的去工作，因为他们深知，如果自己稍微有那么一点松懈，那很有可能被其他更勤奋的这个同胞所取代。那这种多挣1分钱也是挣的这种心态呀，不仅仅让他们陷入了无休止的这样一个内卷的现象，更让他们忽略了自己这个作为劳动者应有的这样的一些权利。那再看看国外的那些工厂吧，那国外的工厂也有很多中国的员工啊，那里的工作条件可以用悲惨来形容了尽管如此，那中国这个工人们依然可以默默的去承受，因为他们害怕一旦站出来去争取权益的话，那么就可能会被炒鱿鱼，甚至连维持生计的这个工作都没有了。所以你说这种忍耐它不仅仅是对自身权益的放弃，那更是一种对自己价值的否定。他们不敢对恶劣的这个工作条件说不，因为他们害怕失去这份这个微薄的收入。他们更不敢团结起来要求去改善条件，因为他们害怕这种异类行为会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那么留学生这个群体中呢，华人的这个学霸文化可谓是全球都是闻名的。那很多的这个华人学生在国外就是拼命的学习他不仅仅是要成绩优异，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这个课外活动，那目的呢就是为了比别人更出色然而这种过度的竞争往往让他们忽视了学习的真正的这个意义，那就是获取知识的能力，而不是单纯的分数。那更有甚者，这种竞争有时会走向极端，导致这个心理压力过大，甚至是抑郁。那这个华人学生在面对巨大的学习压力时呢，往往他们会选择默默的忍受不跟任何人讲他也不去寻求帮助，或者是调整这种学习的方式。所以这种忍耐哲学在这里也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企业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往往就带着一种多做多得的这样一个管理文化。那这种文化在国内呢，可能是行之有效但是在国际市场上，尤其是对待那些外国员工时，这个就显得比较格格不入。然而即便是面对这个文化的冲突或者是不适应大多数的这个中国企业依然是选择坚持自己的这种做法在非洲在东南亚那些国家，那中国企业呢，它是雇佣了大量的当地的这个员工，但是管理方式却往往就是以中国式的这种高压的政策为主。那员工的加班时间被无限的这个延长，而工资呢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那面对这种情况呢，一些外国的这个员工呢就选择了离职但更多的这个中国员工呢却依然默默的去忍受因为他们从小接受的这个教育呢，就是要忍耐，不要轻易放弃坚持到最后那就是胜利。他们是接受这样的一个教育。那么为什么中国人在面对不公时总是选择忍耐呢而不是这个起来去反抗呢？这个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是密不可分的。那中庸之道提倡不偏不倚，凡事呢是讲究平衡。这种文化背景冲突和反抗往往呢被视为不成熟不理智的表现
那这个反而是忍耐和隐忍则被视为美德，是这样一个逻辑。此外呢，这个中国的家庭教育中，那长辈呢往往教导这个年轻人就是要去吃苦吃亏，吃亏是福啊，要学会忍让。这种教育观念深入人心，导致很多中国人在成长过程中，这个形成了逆来顺受的这样一个性格的特征。那最后呢，我想呼吁的就是，尤其是那些在国外的，在面对不公时，咱们的这个华人真的应该站出来了。那这个是你应有的权利，没有人会打压你啊，也不是你一个人才没有饭吃，那和你一样的不同肤色的来自其他国家的同行朋友们啊，没有谁比谁好。所以那些继续开车挣钱的这些司机朋友们呢，想一想吧，那在别人为了共同利益而牺牲的时候，那你挣的那一点钱，就真的值得骄傲吗？值得炫耀吗？你炫耀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收入，还有自己的奴性。所以，希望有一天，咱们呢能把这个忍字换成勇字，勇敢的对不公平说不，勇敢的为自己的权益而战。毕竟只有站起来了，才能真正的走向自由。好吧，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请记得点赞订阅，那我们下期见。